在怀石里面来讲，它就有点像是一种美食的艺术品，它必须要让每样东西呈现是最美好的状态交给客人，传达我们做料理一个想法，所以才会保持就是怀石该有的一个主要精神。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之境的 Border of Taste。今天大家来吃怀石料理，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样探访一个在百年建筑里面台北唯一的怀石料理。来，跟着我走。哒啦，有没有感觉一秒飞进京都？在这样幽静的庭院里面吃怀石料理，我相信一定是另外一番不同的感受。今天呢，就请到了黄祥富料理长来带我们吃吃看，什么叫做正宗的日本怀石料理。我们一起来欢迎料理长。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好。其实我刚跟大家说我们这个一秒进京都，进入这个东美院就发现，天哪，简直就感觉置身到了这个日本一样。今天很高兴你要邀请我吃这个怀石料理，但我想问一下，这个怀石料理每个都是这么小盘，这样子吃得饱吗？因为其实上应该讲说，怀石可以结合是日式料理的各种部门的精髓，一样一样让客人品尝。当食量的话，其实上它有点像是在搭配酒或者是茶的茶点。对，然后量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点饱足感。所以我们常常听说有会席料理跟怀石料理，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怀石料理？而这两个又有什么不同呢？怀石料理来讲，其实它衍生为茶怀石的部分。早期它是我们讲的叫精进料理，是以素食为主，因为它是属于和尚在做茶饮，或者是在一般人在做茶道茶饮的部分。日本喝的茶算是属于那种清茶，对，所以他们来讲会比较胃会比较不舒服，所以他们会搭配一些比较刮胃，对，会有一些咸点跟甜点的部分。那早期来讲是以一汁三菜为主，汁就是表示味噌汤，因为它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咸点的部分暖胃，然后三菜的部分来讲包含炙菜、烤鱼、豆腐这部分来讲，一汁三菜则结合成一个小怀石。但我有听说个故事这个怀石是不是和尚在修行的时候，抱着一个很热的石头，叫做怀石？应该讲说怀石的概念来讲，其实它有点比较梦幻的概念，就是说在日本他们的小乘佛的部分来讲，他们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修行，就是有可能会禁言、禁行、禁语、禁食的部分。对，早期的时候，因为如果肚子饿的，然后它是冷冷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烤一个石头抱在怀里面，那它会产生胃的一个暖度。是这样子。对，然后在这个情形之下做禅修，在做冥想的时候，可能就会想想看很多不一样的美食。对，所以怀石是怀着一个热的石头，然后来骗自己说好，我没有这么饿，没有这么饿。是日本的正宗的一些饮食，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做婚丧喜庆的餐点叫做会席。我们会常常看到有一个大庭，然后两侧会有一个小矮桌，然后每一道菜一样是一道一道一道出的，这是所谓的日本会席。它里面来讲也会有跟怀石现在的搭配是有点一样的。目前坊间台湾来讲，80%以上，包含我们都是以会席去做为主架构，怀石作为精神的本体。所以怀石料理，如果我在家也 pull off 这7、8道菜，我就可以说我也在家自制怀石料理嘛。应该讲说怀石它的精神所在于说，你吃的部分来讲是不时不食，那时节的部分吃该有的东西以外，再来就是器具，餐点的部分的器具以漆器，以一些手工陶瓷为主体。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景，在这整个环境之下来讲，你才能有怀石的那一种氛围。当然，你的菜色可以在家里做完成，可是当你的家里可能布置，可能就要春天要有樱花，秋天要有枫叶，对。然后你的器皿搭配来讲，就是要有很美美的漆器跟陶瓷来铺陈。那当然，你如果能把它这些包容起来，也可以称为怀石。那还是来找你好了，比较快。
你给我这个 menu， 这个 menu 也很可爱，叫做双月御献丽。什么叫做御献丽啊？在我们的 menu 上面来讲，会给客人的一个叫做时节感。双月来讲是等于是说在下雪的部分，冬季可能是最冷的时节。御献丽的部分其实它就有点像是我献给你满足的一个餐点。好，我们来吃第一道。我看到第一道写8寸。刚开始就要给我吃蛋糕了吗？8寸蛋糕吗？8寸来讲，日文叫 hasen， 它是以这个盘子的尺寸为主。那不管是圆形、方形，或者是不规则形状，它以8寸的大小为主体。那里面展现的日本的吉祥数字3579，3样菜或5样菜或7样菜。那我们今天选用的是最中间点的，就是比较平庸之道的，就是5道餐点的部分。8寸来讲，通常第一个就是给客人的做2个动作，一个就是给客人在饮酒当中来讲有一个下酒点，另外一个是展示现在季节的5样最好的商品在这上面，而且包容了里面来讲，在怀石里面的精神就是5色5味。赖长可以教我一下我要怎么开始吃吗？其实像餐点的部分来讲，在8寸没有一个顺序，因为它就是一个小点，里面的餐点来讲包含咸甜酸。那我先来吃这个鲍鱼好了。鲍鱼的部分，其实我是选用台湾贡寮这边的9孔鲍，用日本的昆布跟台湾的酱油去做一个直煮。但这个是海胆嘛？看海胆上面还放了鱼子酱，对，它里面来讲，它算是这个月的珍品。它是鱼子酱，然后跟马粪海胆，然后最后一个是雪场蟹的蟹肉。这么大，我的天哪！雪场蟹的蟹肉，刚好这个季节的3样东西，它才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最好的东西。然后搭配我自己研发的那个山葵油醋酱。对，我就是有感觉有一个很新鲜的这个山葵，我听说。廖队长，这是你自己研发，是用是台湾阿里山的真山葵，就是我们新鲜的山葵，然后将它研磨以后自制的油醋酱。这个感觉是不是要最后吃？这个是甜的，外面来讲是栗子。哦，栗子，栗子里面是用明太子，对，所以它有2种咸甜的结合，其实让它有一种不一样的层次感。这个呢是安康鱼干，安康鱼干，那你可以将那萝卜泥把它拌在一起，然后再吃。这个滑溜溜的我捡不起来，它是谁？这是用鲷鱼下去，直接将它的鲷鱼皮煮出胶原蛋白，然后让它溶在这。胶原蛋白我很需要。上面来讲，我们有用那个金箔，比较有喜气的样子。哦，我有看到它里面真的是有鱼皮耶，包在里面。好，我们第2道要吃的。这个字是念碗吗？对，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碗物的碗是以木字旁为主，这个是在漆器里面比较特别的，因为在碗里面来讲，我们在日本料理里面会有一种是叫陶瓷的碗，那我们就会用石部。哦，如果是漆器的碗，我们就会木质版。那我们来吃看第2代碗物，哇，看到这个漆器。好漂亮哦！你要看到我们的碗物来讲哦，我们的盖子前面它是这种季节性的一个雪，这个漆器来讲会因应的季节性的时候去更换。真的假的？其实这个才是怀石。难怪你刚刚说这是怀石的精神，是怀石的精神，对，包含它的器皿、它的视觉感。来介绍一下这一个的碗物，什么叫做吹雪的冰雕？吹雪的部分来讲是一个汤底。对，它有点像雪白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雪白的昆布，冰雕是属于这个中间这个鱼肉叫冰雕。这道菜比较季节性的问题就是它里面是用清酒的酒粕，酒粕下去煮的高汤底，然后搭配这个昆布以后去做快蒸的部分。那清酒的部分来讲，因为经过昆布跟一些酱汁去调味以后，它有点咸甜的感觉。有然后在这种冬天来讲，其实有一点点的酒精入身体的时候，会觉得很暖和，就不用怀那颗石头了。对，是没错，是。好，我们来吃吃看第3道。第3道这个是造2吗？没有，这是日文的粒。它叫颗粒，就是要照粒，代表是生鱼片的部分。哦，我们请廖鱼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要怎么吃？坊间来讲，其实生鱼片的部分，我们有些会取名为刺身。那所谓的刺身，其实就是直接将鱼肉切块以后，直接放在上面，让你沾酱油跟 wasabi。那另外一种我们叫造理，是它经过包装、经过修饰以后产生的味道给你。那比如说今天的3种生鱼片来讲，分别是比目鱼，然后干贝，跟丝鱼。那这3种来讲，我个别帮他们做单独的调味，所以客人只要吃的时候加一点点喜欢的 wasabi 或者是金桔，点缀上去以后就可以直接吃3种不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先从白色的部分是比目鱼，比目鱼的话，我们是用松露油，然后搭配昆布，
松露的味道真的很棒，因为我们才介绍过一次松露，这个是真的把松露的味道完全比目鱼把它包裹在里面，所以它就提升了比目鱼的鲜甜。然后第二个我们吃的这像麻糬的，这是干贝吗？怎么感觉像麻糬？现在的季节是乌鱼子的季节，然后我们将乌鱼子把它烤过以后，把它磨成粉当成盐。第一口吃到是满满的乌鱼子的鲜咸，然后后面才是慢慢吃到干贝的甜度。那我们今天用的是现在冬天的寒丝鱼的部分，那我们将它用柑橘类的酱油去做腌制。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像在家不能做得到因为在家你不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在怀石里面来讲，它就有点像是一种美食的艺术品，它必须要让每样东西呈现是最美好的状态交给客人。所以啊，在怀石料里面吃，除了它的气氛很重要，你的器皿也很重要。那我也很好奇，在这样子比较幽静的环境吃饭，如果太大声，或者是问太多问题，会不会被你们赶出去其实问问题来讲，其实这是客人的该有的权利，因为我也要知道我吃什么，然后我们需要给客人的是传达我们做料理一个想法。怀石本身其实它带入的其实就是意境，然后跟形。就是它整个菜色的铺陈，然后跟它最后的意，所以才会保持就是怀石该有的一个主要精神。今天好开心，祥富帮我们介绍了这么完整的怀石精神，也希望下一次啊，大家有机会的时候，也不妨放慢您的脚步，在台北市区一个这么烦闹的地方，找到一个很幽静的场所，这是一个100年的古迹，发现东美院最顶级、最棒的怀石料理。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不要忘记要按赞、订阅、分享给很多的朋友。我们也有好康会送给我们读者哦，谢谢大家，拜拜，拜拜。